係各位網友，我同大家 follow up 呢個南韓嘅局勢。執政黨咧係面臨一個兩難嘅局面，佢知道民意要尹錫悅下台，但係如果尹錫悅而家即刻下台重選呢個總統嘅話咧，就一定係呢個李在明贏，咁咧就會輸咗5年㗎。嚟緊5年咧都係在野黨執政。咁應該點樣選擇咧？我哋睇下佢哋嘅選擇啊！未講之前提下大家啦，訂緊呢個糕未啊？呢個而家有嘢送喎，買我哋啲蘿蔔糕真係好好食嘅，唔係講笑啊！人人都知新鮮嘅嚇，咁你就擺幾日就會發毛，咁所以你咧就係要嚟攞嘅呢個係。你喺街度買嗰啲咧好多添加劑，買3盒送一個手打蝦子麵啊！呢個係。南韓總統尹錫悅嗱，佢哋嘅選擇，我先講一次佢哋嘅選擇，係覺得尹錫悅話俾國民聽，尹錫悅咧係會落台嘅，但係咧就要佢出嚟道歉，首先出嚟道歉，保證唔會有第2次戒嚴，就係將政權啊交咗出嚟。俾執政黨同總理授權執政黨同總理處理政務，咁佢哋咧就係話尹錫悅將會有秩序地落台，咁唔會大量違反國民嘅意願，但係唔話俾你聽幾時喎？嗱，佢哋其實咧就想利用呢一個時間，爭取呢個時間，希望個民意慢慢會支持翻執政黨，唔會好似而家咁傷，而栽培到一個候選人出嚟，可以同李在明選嘅。嗱，呢個就係佢哋嘅策略。嗰個問題就係呢個策略會唔會成功咧？咁呢條片咧，我講呢個就係整體個策略嚇，因為好清楚嘅呢個係。咁就係呢個策略嘅危險性喺邊？同埋點解南韓搞到咁大鑊？我可以話俾你聽。南韓總統嗱，第一件事，我諗佢哋應承翻尹錫悅嘅就係：喂，如果而家你辭咗職咧，你又拉你坐監喎，因為一定要辭咗職之外，即係你落咗台咧就會坐監啊。咁如果我哋係呢一個，你同我拖，你做晒我哋要講嘅嘢，下一任係選翻我哋啲人出嚟，佢咪可以特赦你咯？係咪啊？清楚啦嘛？10月7號喺龍山政府發表對國民談話，對目前發生嘅緊急戒嚴事故道歉，承認作為總統，因為迫切感而宣布戒嚴，因為咧覺得國家冇得治理啦，所以戒嚴。喺呢個過程入邊，為國民造成不安同不便，誠摯向深感不安嘅國民道歉。你臨時要戒嚴，係1979年以來嘅戒嚴，咁啲人梗係好驚啊，因此道歉啦。第一步叫道歉。佢承諾唔會規避政治法律責任，包括佢任期內所有穩定政局嘅方案，全權交入執政黨決定。第二，冇權，因為咧，如果佢再有權咧，佢就可以再發動戒嚴啊嘛，啲人民唔信任啊嘛，願意承受懲罰，交出權力。呢個第二點。好啦，共同民主黨李在明表示非常失望，梗係啦，佢哋喂，你做咗咁嚴重嘅嘢，你應該立即下台。呢個唔係國民嘅要求，係國民更加憤怒同埋失望。南韓國會嗱，呢個就係佢哋達到咗嘅 agreement， 就尹錫悅嘅彈劾動議進行表決。呢個係第3次對在任總統進行彈劾表決，一次就係勞務院，結果嗰啲法官判勞務院冇罪，勞務院做翻總統。第2次就係朴槿惠。朴槿惠咧一通過咗彈劾就停咗佢嘅職務，最後被判有罪坐監。呢個第3次。好啦，首先
佢哋就整咗個特別法案出嚟，要調查第一夫人金建希嘅特檢法案。啊，呢個咧就要呢個咧就要在場嘅2/3人數先至能夠通過嘅，所以咧執政黨留咗喺度，198票對102票，所以否決咗，留喺度投票。佢哋特登咧就擺咗呢個喺度，你哋都要否決嘅。如果唔係咧，佢哋198票就贊成，因為在座嘅人2/3就可以通過。好啦，投完呢個票之後咧，佢哋走咗喎，剩翻主要就安哲秀。我再解釋俾你聽，呢個局就係咁。因為咧，佢第二次投票咧，佢哋就唔需要在場，因為咧係要全體國會議員嘅2/3，佢哋唔需要在場，因此我哋冇否決到啊。不過我哋冇積極贊成啫嘛。如果要佢哋留喺度反對呢個尹錫悅，呢個彈劾尹錫悅咧，對佢哋喺國會選舉咧有危險啊，所以咧佢哋退席唔表態。但係唔表態其實等於否決，清楚啦嘛。剩翻一個，其實後邊有2-3個翻嚟。彈劾票要全體議員2/3，要200票，結果得195個。結果嗱，大家要明白，所有反對黨加埋190幾席，就係爭7席。參與投票嘅民主黨、共同民主黨170人，祖國革新黨12人，改革黨3人，進步黨3人，就係爭幾票。國會議長議員席多次號召執政黨嘅議員現身投票，喂，國民係要求彈劾呢個尹錫悅，你哋出嚟啦咁。佢提前半個鐘頭喺晚間8點幾叫佢哋有個最後時間9點20分俾你哋考慮，但係佢哋咧就唔翻嚟。原本支持彈劾嘅國民力量黨議員趙慶泰解釋：嗱，我開頭咧就支持嘅，但係嗰個就個雕尹錫悅已經係道歉咁而佢亦都冇權力再發表。我哋咧唔應該將國家咧陷入一片混亂入邊。防止反對派掌權，因此改變咗呢個決定。趙慶泰話：如果以彈劾為手段，強調總統做咗錯事，彈劾咗佢，咁樣總統大選就會提前舉行，可能會造成反對派掌權。唔係，佢哋一定要等一段時間，係咪等到個形勢對佢哋有利，然後尹錫悅咧就辭職啦，就再行大選啦。其實就係咁。如果你負責保護尹錫悅以後嘅安全，如果佢哋可以有總統候選人選到出嚟，呢個咧安哲秀留咗喺度，好明顯安哲秀留喺度，贊成彈劾尹錫悅咧係成個局嘅一部分，係個戲嘅一部分。佢曾經幾次參選，2022年退選，因為佢退選，所以尹錫悅贏嘅。而家最大呼聲咧就係佢，而佢留喺度彈劾尹錫悅咧，嗰啲國民咧就唔會因為尹錫悅呢件事咧就係憎佢，佢哋計過條數啦，可以容許佢留喺度，咁咧就培養佢嘅聲望。南韓國會10月7號門口聚集大量群眾，警方估計149000人參加，而勞動聯盟話100萬人，呢個永遠都係咁啦。咁你個真相就係40-50萬人啦，呢個係群眾手持尹錫悅彈劾下台，尹錫悅滾蛋，一個50幾歲嘅男仔意圖自焚喎，韓國人真係咁激烈喎。知道執政黨議員杯葛彈劾投票，集會議員民眾高呼叛徒，滾返去投票。警方喺首爾全市用咗12000人確保秩序，好濕碎嘅，佢2000萬人嘅。
並喺地鐵9號線國會議事堂出入口進行人流疏散。首爾外邊釜山、大田、光州、大邱都有贊成彈劾尹錫悅嘅集會。學生、上班族、宗教、法律、醫學人士紛紛上街頭，手持燭光同標語叫尹錫悅下台。現場亦都有少數支持尹錫悅嘅人，高呼要逮捕在野黨領袖喎。警方將佢哋隔開。嗱，大家睇下，哇！呢個場面係咪震撼啊？呢個場面震撼啊！幾多人啊？真係30-40萬人啊！30-40萬人啊！呢個就係根據 Gallup 嘅最新民調咧，尹錫悅嘅支持度跌到13%，75% 人咧就贊成彈劾佢嘅啊。所以呢一個執政黨覺得而家呢個選舉咧，佢哋死梗。佢哋唔支持彈劾尹錫悅咧，係好大危險。但係如果立即重選咧，佢哋就輸梗。所以佢哋就要尹錫悅道歉交權，而等佢哋揾到第2個總統候選人，可以同李在明選嘅。李在明批評國民力量黨係內亂政黨，你贊成搞內亂，一定要將尹錫悅彈劾落台。李在明承諾聖誕節同跨年讓國家恢復正常，作為禮物送俾大家。嗱，點解呢？呢次國會任期到12月10號，清楚啦。喺一次國會任期入邊咧，只可以彈劾總統一次嘅啫。佢咧就想咁，10號完結咗個國會任期，就做一個特別嘅國會，做一個特別嘅session， 就係下一年度嘅，佢哋就可以再彈劾尹錫悅。Meanwhile 呢幾日係發動最多嘅群眾力量同輿論嘅力量嚟到壓迫呢個執政黨，逼到執政黨改變主意。如果執政黨都唔改變主意呢，佢哋聖誕節就停手啦。其實個意思就係咁。路透社話，南韓總統尹錫悅表示佢會盡快離職。拖多1年啦，1年幾啦。呢個消息亦都得到執政黨國民力量黨首黨魁韓東勳嘅確認。韓東勳話：尹錫悅嘅去留問題全權付託俾國民力量黨，即係國民力量黨其實已經掌握咗個政權。為咗令混亂情況最小化，嗱，呢個係佢哋講嘅 excuse， 即係等個國家唔好混亂。國民力量會有序咁樣一步步推進到尹錫悅下台，逐點取代晒所有嘅嘢，取代尹錫悅嘅權力，國家上返正常軌道咧，就尹錫悅咧就下台啦。嗱，佢就講得好啊，過程咧會同共同民主黨一齊商量點樣執政。嗱，呢個一定要減少嗰個冇罷免呢個尹錫悅嗰個 damage。而且咧揾埋共同民主黨傾咧，就共同民主黨咧就幫我哋共同孭鑊喎。尹錫悅下台，實際上係不履行職務，期間由總理國民力量協商點樣處理國政，開會商量。韓東勳引述尹錫悅總統已經同意提前離職，佢哋會為尹錫悅離任作出有序嘅安排。你其實咁講係冇誠意，你係咪話俾我聽幾時你會大選？呢個真係國民力量將會有序推進尹錫悅下台，同埋同共同民主黨協商，等個社會唔好咁動盪。嗱，我呢個就係我講俾你聽呢個執政黨嘅如意算盤，但係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咁簡單，韓國人真係唔係咁簡單。朴槿惠嗰陣時啊，佢係有多數嘅喺國會。結果日日上街示威，我都話我講新聞嗰時，啲南韓學生日日由學校衝出嚟掟汽油彈嘅，日日佢哋可以日日示威，日日罷工，然後始終韓國係一個民主社會，就逼到咧嗰啲執政黨嘅議員啊，希望逼到嗰啲執政黨議員咧，就係要支持呢個彈劾呢個尹錫悅。如果唔係咧，下屆咧你哋難選啦。其實咧，成個局咧就係咁樣樣，就係咁樣。
呢一套緩兵之策能唔能夠成功呢？機會係唔大嘅。南韓始終已經民主咗咁耐，嗰啲民意係好強勁嘅。如果鬧個執政黨鬧得好犀利咧，執政黨咧頂唔到嘅。我講南韓嘅真正問題，南韓其實咧係一個內傷咗嘅國家。我應該咁講咧，南韓嘅經濟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佢個半導體啊，所有尖端科學咧向前發展唔到，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因為佢哋唔夠創意，中小企唔夠啊，呢個第一。而中共啲產品咧就追上嚟搶咗佢哋好多市場，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第二，個社會壓力非常大，過去嗰10年係有一個龐大嘅房地產泡沫，而家爆破咗。嗱，呢個又係好危險嘅事，爆破咗咧，有段時期個經濟好大鑊。第三，佢嘅嬰兒出生率咧係除咗香港之外咧世界最低嘅。1000個一個女人咧，只係生0.8個細路，香港世界最低0.77。嗰啲人民生活喺極大嘅壓力下邊，而佢哋最近係覺得好冇前途，因為南韓嘅每樣產品啊，大多數產品都喺全世界開始俾中共取代。第三季 GDP 環比增加0.1，遠低於經濟學家嘅0.4。第二季曾經萎縮咗0.2啊，今次一定萎縮，大家睇下，好快又萎縮，係冇增長經濟。國際貨幣基金會調低韓國2024嘅 GDP 2.2，IMF 調低到2，10月比10月嘅預測減0.2。韓國經濟人協會今年上半年內需導向嘅企業嘅 sales 減咗1.9，係新冠疫情以來第一次內部消費跌。今年上半年企業投資減少8.3，即係對經濟冇信心，對生意冇信心。韓國經濟明年為止連續6年達唔到佢應該有嘅增長率。美國經濟學家估計韓國未來12個月經濟衰退嘅可能性係33%。嗱，我哋睇下韓國，我哋係有從數字睇嘅問題。韓國咧一向嗰個貿易盈餘咧都喺呢度嘅，主要以前喺呢度。呢度咧就係疫情插咗落嚟，一路插到底2023年，而家咧先至恢復翻呢度係明顯地係低咗一格。我哋睇南韓過去嗰10幾年嘅表現，呢個係2010年2010年南韓指數1000點，經過咗14年之後2400幾點，14年個股市增長非常輕微，淨喺呢度升過嘅啫。你睇見長期個股市咧唔升嘅，一陣會講點解唔升。韓圜2008年跌過去1400幾，而家就嚟試呢個低位下。嗰次貶值啊嘛，佢跟住落嚟咧就係企穩咗。你睇見咧佢係緩緩上升嘅，緩緩上升，即係唔係對唔住我講錯，係緩緩下跌嘅。喺呢度一次跌到底反彈。緩緩下跌，而家又1425，1000，當然唔夠嗰陣時高，但係已經係除咗2008年咧係歷史高位、歷史低位。過去10年，韓國喺半導體、造船、鋼鐵8個關鍵產業7個已經俾中國追過。佢話除咗化工，其實唔係嘅，半導體韓國依然係領前。造船係剛啱今年俾中國超過咗啦，造船係。半導體咧就係韓國就係嗰個依然係暫時咧，依然係嗰個記憶體嘅世界上最大嘅國家。
HBM 最犀利嘅就係海力士，唔係計 HBM，全世界所有嘅記憶體加埋咧，韓國係佔咗50%嘅個記憶體，但係大陸係追得好快。嗱，呢個我唔同意。而家大陸做唔到三星，三星咧最近咧係要炒3成人，因為佢喺 HBM 嗰度咧大敗。第一，第二係2納米咧，聽講話個良率得20%，呢個佢啲客唔肯收貨。呢個佢喺半導體嗱造船個中國佔咗世界一半造船，鋼鐵中國就係57%，汽車製造、顯示器唔係顯示 OLED 咧，就係呢個南韓依然領前一啲嘅，但係京東方已經做到。電池當然俾中國取代咗啦，水泥都俾中國超越咗。嗱，我哋睇下南韓一向 feel 住佢嘅經濟嘅，就係呢個外貿盈餘，呢個就係出口同入口，唔係呢個係南韓，呢個係南韓嘅出口對中國嘅出口同入口一向有極大嘅貿易盈餘。你睇呢度收窄到喺中國入口嘅商品大幅度增加，主要問題係大幅度增加。韓國咧，你睇個出口咧去中國咧係增長唔到啊！韓國喺一個好困難嘅地方，我都話你要做先進經濟體咧，你要有一樣嘢係領先世界揾到食嘅先得。南韓開始失咗佢嗰種經濟進展嘅鋭力。我睇好多韓劇，你會知道點解？因為咧，佢嗰啲人咧一冇得撈咧出嚟咧，就開間牛骨店、牛骨鋪、牛骨湯店，即係之類啲咁嘢喎。呢個好得意喎，呢個係佢係中小企唔夠嘅，嗰個中小企唔夠，個創新度就唔夠，全部靠啲大集團。而三星而家出現咗非常大嘅問題啊！三星再唔能夠推動呢一個韓國嘅半導體業，好嘛？呢段講到呢度，好啦，工商時間啦，榴蓮啦，快啲嚟買啊！貓山王160呢一啲24嗰啲98蚊，好嘛 ？OK， 好啦，我哋出呢本嚇，大起大而家開始預訂嚇，大起大落的皇帝呢個朱祁鎮。明朝咧一共有16個皇帝，開拓有名一代豐功偉績嘅太祖同成祖固然係值得史家大書特書啦。但我呢本書其實第3本啊嘅重點係放喺明朝嘅第6個君王英宗朱祁鎮，因為我認為佢歷史上最傳奇嘅皇帝。大家聽下點解話係最傳奇嘅皇帝呢？中國歷史上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咁嘅皇帝，佢在位嗰陣時正值國力鼎盛，而佢呢喺一場親率50萬大軍嘅土木堡之變嘅戰役中慘敗，俾北方嘅瓦拉索夫脅迫着佢周圍流徙，好多次呢索取贖金喎。按理說，佢大有可能咧死於戰亂，但係咧就算能夠偷生，從此咧都應該一蹶不振，名字淹沒於歷史嘅煙雲之中啦。但令人驚訝嘅係，1年後佢竟然被釋放，踏上故土。回國後，英宗俾細佬景帝封為太上皇，軟禁於南宮長達7年，爭啲冇命。景泰8年。景帝病重，有人藉機發動政變，擁立佢重登帝位。奪門之變之後，佢第2次登基，年號天順，接住又執政咗7年，前後在位22年，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2次登基嘅皇帝。從上面嘅簡述，大家是否有同意佢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嘅皇帝呢？咁啊，大家可以預訂喎，2025年2月就寄出啦。呢個本書係，咁呢個咧就空郵嘅價錢啊，
台灣就484蚊台幣，呢個已經8折咗㗎啦，呢個就係8折咗㗎啦，呢個就係。咁就係包埋郵費，呢個包埋郵費，本書8折咗㗎啦。咁最貴就係歐洲2000啊，即係500蚊到，美加400幾蚊到，呢個係。嗱，你哋預訂我先，你預訂幾多印幾多㗎？又有親筆簽名嘅，呢個係。咁又有平郵我一定就住大家個荷包嘅，需時40日，由寄出日期開始算，實際時間嘅郵遞而定，有寄失嘅可能嚇。英國美加最遠嘅平郵價錢，呢本書都係752蚊啫。咁咧呢個就係我相信你哋應該儲齊一套明朝歷史呢套係我覺得我真係睇晒街道上一本寫朱元璋，冇人寫得好過我，冇人寫得好過我，包括嗰啲歷史大家唔考。仲有我要提一提呢本書呢，我係同我妹妹合著嘅，我好開心，我哋兩兄妹合著嘅。我個妹叫蕭若碧，佢幫我好細心考究同埋整好晒啲文字。